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西方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罪，还发出了逮捕令，有用吗？就在中国领导人即将访问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际，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3月17号忽然以战争罪的罪名宣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同时也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儿童权利专员贝洛娃发出了逮捕令，罪名呢同样是战争罪。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驳斥了这些指控，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的举动是令人愤慨和无法接受的。俄罗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其决定在法律上无效。而乌克兰呢就欣喜若狂啊！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是俄罗斯联邦在世界舞台上消失的开始。美国总统拜登称这是正当的。虽然美国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有多大的效力也心知肚明，但只要能够恶心俄罗斯就行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能获得执行吗？当然不能。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发出这个逮捕令，是西方国家在幕后操纵下的一场闹剧，目的无非就是打宣传战，抹黑俄罗斯和普京。首先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按照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规定，法院的管辖权是对国内法院管辖权的补充，只有在犯罪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或者是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情况下，法院才有管辖权。这一规则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它也可以对犯罪拥有管辖权。虽然世界上已经有123个国家批准了罗马规约，成为缔约国，但是中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都不是缔约国，而联合国安理会呢也没有授权他对俄罗斯有管辖权，因此他这一次发出的逮捕令的行为完全是违法的、无效的。其次是逮捕令指控的内容十分的荒唐，罪名是战争罪，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发动战争、屠杀无辜的平民等罪行，而是指控俄罗斯将至少数百名乌克兰儿童从乌克兰的孤儿院和儿童护理院中转移到了俄罗斯。这些儿童中的许多已经在俄罗斯联邦被收养，并且根据普京总统发布的总统令，俄罗斯联邦修改了法律，以加快授予这些儿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使他们更容易被俄罗斯家庭收养。在今天乌克兰全境被炮火覆盖，朝不保夕、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这也是战争罪。第三是国际刑事法院完全是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操纵的工具。几年前，国际刑事法院曾经打算对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屠杀无辜平民和虐待战俘等事件进行调查。美国政府立即发出威胁，声称要对法官进行制裁，并没收法官的财产。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了如果有1名美国军人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就会对该法院采取措施。此后，国际刑事法院基本上对美国就言听计从了。第四，国际刑事法院最积极的支持者是谁呢？是日本和德国。这从国际刑事法院的经费来源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如此积极的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联盟呢成立了2个特设的法庭，专门审判德国和日本的战犯。在特设法庭的工作结束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常设的法庭，对逃脱审判的2战战犯继续追责，并且处理世界上新出现的战争犯罪。德国和日本这2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为何如此积极地为国际刑事法院贡献最多的经费？他们那点小心思，大家还不清楚吗？这场闹剧除了给全世界制造一些笑料以外，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把类似的国际组织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就像2016年发生的南海国际仲裁案一样。中国必须在各种国际法庭和国际组织中提高话语权，积极的同他们做斗争，才能避免成为受害者。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